这下面据说垂直高度达到了400多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4级瀑布当中的第3级瀑布啊。我全都，哎呀，克服墙，为了啥？先生他有几个啊？哎，要说9河多大扶墙啊？要说现在那个，3个来头要说。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兵的频道。今天我们来打卡一个国家4A级景点鹿苑坪啊。鹿苑坪景区位于湖北省恩施州，距离著名的恩施大峡谷只有10几公里的路程，它也是恩施大峡谷景区的一部分啊。鹿苑坪景区里面据说拥有一个全世界最长的斜行电梯，还有一个至今未通公路的天坑村。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鹿苑坪景区吧。鹿苑坪景区被称之为恩施大峡谷的平替景区啊。看过我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前面做过一期恩施大峡谷的浏览纪录片。然后鹿苑坪景区这边也是拥有众多的地质奇观，包括有瀑布、村落，还有绝壁栈道等等吧。然后今天浏览完之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景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哪个更好玩。现在我已经进入到景区里边了，它这边分为好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全程上下都坐观光电梯的，还有就是全程徒步的。我是选择是一半坐电梯，一半徒步。去的时候徒步，回来的时候，上行的时候坐那个斜行电梯。现在咱们的旅程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刚刚从景区大门入口进来不到5分钟，就来到了一段绝壁栈道啊。在这个地方也能清晰的看到鹿苑坪景区里面的天坑村。我给大家看看天坑村，这就是天坑村了。这个天坑村是四面环山的，看看，在没有开发之前，村子里面的人要进出必须得经过这条小路来回上下啊。然后这边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斜行电梯，看看斜行电梯，然后那是挂壁栈道，然后这边也是挂壁栈道，然后走一个来回。等会儿回来的时候，我就会从那边上来，然后走这个挂壁栈道，返回到起点，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坑村的情况吧。这个天坑村里面至今还居住着38户人家，100多口人居住在这里面呢。据说这个天坑村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寨。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吧。看看这边的挂壁栈道啊，朋友们，我感觉跟恩施大峡谷的挂壁栈道如出一辙呀。看看，都是这样的。这下面据说垂直高度达到了400多米，挺长啊。今天这边游玩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远处那个地方看到没有？那个就是地缝了。就那个方向，那个就是
地缝了。走过一道挂壁栈道之后，现在就开始下山了。现在走这种步道，这种步道据说有1819步啊，一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天坑的底部，垂直的落差大概是400米。现在是考验膝盖的时候到了，肯定是有点费膝盖的，走下坡。花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走了1819步下山的步道，到达天坑的底部了。给你们看看现在周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从下面看上面的感觉。刚刚就是从那上面下来的。然后下来之后，这旁边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就是云龙河啊。一直顺着这个河往这边往下面就是地缝了，一直可以流淌到恩施大峡谷，下到天坑的底部。精彩部分现在才刚刚开始，期待吧。咱们先浏览瀑布，鹿园坪景区里面有4级瀑布，然后我们再浏览地缝去。再来看一下从谷底看上面的感觉啊。那么这个天坑底部最重要的2个浏览的地方，一个是4级瀑布啊，一个是地缝。然后呢，这个下面的天坑里面其实也有景交车的，但是我看了一下，一共有2段，一段是几百米，一段是1000多米。我还是走走吧，也不远。现在来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啊，这里有很多吃的喝的，给你们看一下。有超市，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到鹿角峰，看上面那个是不是像2个鹿角？从这个地方往前走就是4级瀑布了。现在就从这里出发，我要去浏览4级瀑布。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4级瀑布当中的1级瀑布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是1级瀑布，再往下2级、3级、4级，就是这么来的。据说这个瀑布的水是由苍鹭神的眼泪形成的啊，水是从那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由于现在的水量很小啊，影响了观看体验，水流不是特别大。我们往下走吧。如果你浏览完瀑布群不想走路下山的话，你还可以坐滑梯下山啊。从这地方，这就是入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4级瀑布当中的第3级瀑布啊。从这个地方往上看，我认为这个瀑布是4个瀑布当中气势最磅礴的。虽然说现在水量比较小啊，上面就是鹿角峰，从这个地方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又看到了滑竿了，这边也有滑竿，人力的轿子。浏览完瀑布之后，现在要开始去浏览地缝了，全路地缝。刚刚是向右转，然后现在马上向左转。
向左转是地缝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玄路地缝里边啊，我给大家看看玄路地缝下面是什么样的。先走一部分挂壁栈道，然后右边就是地缝啊。我目测这个地缝有，我觉得有70-80米深吧。咱们继续往前走。从这里看，下面有一个水潭，那个应该就是录影潭了。从这个角度再来拍摄一下这个地缝啊，就像刀削虎皮似的。哇，这边就是云龙河的上游了，应该哈。从那个方向流过来的水和刚才这个地缝里面流出的水，在这个地方汇合之后，往下游流淌，再往下就是恩施大峡谷了，也就是云龙地缝，而这个地方叫玄路地缝，可以理解为这是云龙河的上游。给大家拍一拍这个硝矿啊，溶洞硝矿啊。据说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水含有硝，而硝呈白色，长年累月的这么流，就成为乳白色了。哇！看看这个地方，美不美？很难想象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里面真的很不错，真的可以用一步一景的形容。很难想象啊，在都市或者是平原地带，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地质奇观，我觉得永远也不可能。这真的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瑰宝啊！真的是一步一景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地缝里边啊，再往前走就可以到达地缝的出口了。从地缝已经上来了啊，其实刚刚地缝上来也可以坐那个魔毯的，魔毯是25块钱一个人，我没有坐，我走路上来的，还是有点累的，一共是400多级台阶。我身后的电梯是全球最长的斜行电梯啊，它全长380米。垂直高度达到了300米，相当于100层楼高。运行时间大概是3分钟就可以把人从底下送到最上头去。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下全球最长的斜行电梯，看看坐斜行电梯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这个电梯的运行坡度达到了47度啊，然后这个轿厢可以坐25个人。现在是从轿厢里面看外面的风景。我们上去都会带下来，我们走清楚嘛。
把全保护，还有客服墙，为啥子？线上可以一起干嘛？哎，叫做酒喝多打扶墙啊，叫做现在那个，这3个来这里留了单了。你基本晚上也不给我玩，你莫摆那些劲，你跟我玩嘛不要。开头今儿你抢了3个护照，3个来这留的。车摸到第3个名字跟他一杠啊，3个来这。从斜行电梯里边出来，再走一段这种绝壁栈道，今天的行程基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做一个总结。在这个鹿苑坪景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恩施大峡谷一样的绝壁栈道、瀑布，还有地缝，还有其他的一些地质奇观。总的来说，虽然说鹿苑坪它被称之为恩施大峡谷的平替但是我个人感觉它的体验感一点都不比恩施大峡谷差。最关键的问题是，鹿苑坪这边相对体力有限的游客来说，我觉得是更适合的，因为它的全程浏览下来大概只需要3到4个小时。徒步的路程没有像恩施大峡谷那么的多，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鹿苑坪景区还是不错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缺点也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僻一点来这边相对来说比较费劲一点。最后再来拍摄一下这个天坑村落那是斜行电梯，然后四周都是这种悬崖绝壁，对面那个是绝壁栈道，然后这个下面就是天坑的底部，然后走栈道。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支持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